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哥。今天我们不聊硬件，来聊聊软件。最近火绒的安全实验室监测发现呢，臭名昭著的360系列软件有一套非常鸡贼的云控机制，能够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从你身上赚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弹个广告那么无害，而是一整套隐藏在你电脑里的流量变现产业链。它可以从云端去拉闸，那让你的浏览器去多开几个莫名其妙的网页，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呢，给链接去塞一些推广参数，甚至悄悄的去装软件，去赚走你这台电脑上能榨出来的每一分流量价值。就以鲁大师这类软件为例呢，它表面身份是硬件检测跑分工具，但实际上它可以劫持浏览器。你正常去逛个京东呢，它先偷偷跳去领一个红包的金粉链接，顺便呢把这个推广参数去带上。你用这个百度去搜索呢，它默默的就往 URL 里面去加上自家的渠道号，也可能会伪装成这个浏览器的插件给你塞进一个既是助手的浏览器插件，那实际上是负责改跳转加推广参数，或者去诱导你去弹窗安装，右下角弹出一个推荐工具你点关闭也照样给你装上去，甚至设定超时自动安装。那最恶心的就是任务栏的闪烁，在右下角的托盘反复闪烁小图标，去引诱你去点开这个免费加速一键优化。那实际上呢是给传奇页游各种软件去导流。那更加阴间的是那这套系统它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流氓，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挑人下手。如果说用户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用户、小白用户，那才会去逐步放出各种推广手段。那它具体怎么挑人呢？看地区就测试发现呢，北京等敏感地区收到这个推广配置明显就更少甚至说直接不下发换句话说呢，有舆论压力、有监管风险的地方呢，就收敛一点其他地区就随意薅了。看安装渠道呢，那从官网下载的版本呢，那推广会相对的收敛一些。从某些软件管家游戏下载站乱七八糟小网站下载的版本呢，那内置的推广模块就会更多更猛同一款软件渠道不同行为的差别巨大。看你的电脑长什么样，它会去扫你装了哪些软件有没有火绒卡巴斯基各种的安全软件，有没有 IDA Visual Studio Finder 这些开发逆向工具是否在跑虚拟机里任务栏的图标多不多是不是干干净净的测试环境。如果说判断你可能是技术人员、分析人员，那很大概率就会直接偃旗息鼓。更绝的是它还会翻你的浏览器的历史记录标题里面有没有劫持、捆绑、流氓软件自动打开，访问记录里面有没有看雪、无爱破解这类技术论坛12315、消费者协会这类投诉网站微博、知乎这些传播平台，甚至连你有没有看过周鸿祎的微博都会去检测。一旦发现你可能会闹事，就马上停止推广了，装作一款老式的正常软件。而在这套精细的筛选背后呢，是一张很大的公司关系网。表面上看是成都齐鲁科技、天津信仁重庆赫赫有顿各种文化传播公司、科技公司彼此独立，但是从域名、企业邮箱、自动编译平台、推广结算后台一系列的线索串联起来呢，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接在同一推广系统和结算系统上面，一起出代码，一起跑云控，一起分钱。对外是彼此无关的多家公司，对内呢则是紧密合作的推广联盟。那面对上述乱象呢，很多人的本能反应，那么得赶紧装一个安全卫士。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又中招了。根据上述鲁大师的事件分析那聪明的观众想必能看出就很多的国产安全卫士和杀毒软件，其实某种程度上呢，已经沦为了通过养扣自供来证明自身价值的存在。他们本身就是负担了很多国产安全卫士常常占用大量系统资源，弹窗不断，甚至说是捆绑安装全家桶主动制造焦虑感，来让你觉得离不开它。那实际上呢，现在系统就已经足够强大了我建议观众们去尝试一下，在不安装额外的安全卫士的前提下呢，就使用你的电脑，你会惊讶的发现现在的操作系统呢，光靠它自身呢就足够健壮了。特别是像 Windows Defender 能够防住相当多的东西它强到甚至会去误杀
比如说你刚刚下载完的破解的安装包啊，大概率会被顺手就给你干掉了。真正能够保障电脑安全的，其实是你的使用习惯。第一点就是建立一个备份意识，就是学会重装系统啊，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兜底手段。就重要的文件呢，应该及时同步到网盘、U 盘或者说是另一台电脑。那只要这个数据能保留下来呢，系统炸了实际上是见贤之急。第二点就是能接受交学费，那建立一个掌控感。电脑呢，它不是像手机那样是一个被封装好的盒子，它是一个需要你自己管理的工具。那遇到了像卡顿啊、蓝屏啊、自动出错是正常的。这些挫折呢，是你和电脑去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不要去随便点击来录音的链接啊，不要去下载盗版的安装包啊，不要去运行奇怪的 exe 文件。考虑到不少的新用户啊，他是真的不知道去哪下软件，咱也当一回 babysitter 啊。咱就比如说微信吧，我们啊打开浏览器，直接百度开搜帮啊，第一个就是的，旁边还有2个字备注告诉你啊，这就是官网。那点开它呢，让你选版本。啊，那肯定是 Windows 嘛。那继续跳转到 Windows 版的微信专门页面啊，一个大大的下载按钮。再比如说打个 PS 啊，百度也能搜出官网啊，点开就是下载页面。那么百度是不是万能呢？那我们上点强度啊，搜一个 Steam， 哎，你看前2个结构在隐蔽处都悄咪咪的用浅灰色的字体标注了广告啊，说明他们俩并不是官网啊。我们就继续向下翻，哎，你看这不就有了吗？官方。但是相比之前2个国产软件呢，那 Steam 估计是没有给百度去交钱，所以说就被塞在了一个很小的画幅当中。很多朋友们会觉得，就是我这个观点太理想了。Windows 系统呢，之所以能拥有这么高的市占比，靠的就是尽可能的去管用户，特别是麻瓜用户擦屁股。要是 Windows 用起来也设置这么多的条条框框，那为啥不直接去用 Mac 呢？你说的对啊，所以说我也不打算去救所有人。如果说你认可我这种一键工具需要稍加打磨才能得英雄的观点呢，咱们就继续现在看吧。我相信很多所谓的小白用户呢，他只是缺一个带他入门的一个前辈，而非天生的巨婴。保持 Windows 原生的样子，实在觉得缺功能或者不顺手，再去考虑额外去装软件来弥补它。那么哪些软件值得一试呢？我就个人啊，简单推荐几个吧。第一个 Microsoft 的 PowerToys 啊，这是微软官方出品的一个开源工具集，它包含了一键提取图片文字、屏幕取色、键盘映射、文件批量重命名等10几个极其实用的功能啊。如果觉得用不惯呢，也有国产的 UTOS Quick 等同类的工具可以替代。第二个 Motrix 啊，这是一款开源的清爽的下载工具啊，支持 HTTP、FTP、BT 磁力电等所有的协议。下载时呢，认准官网的 Matrix.app。第三个 WizTree。当你发现 C 盘红了啊，不知道是被什么文件占满的时候呢，用它生成一张可视化的方块图啊，帮你揪出占用空间的罪魁祸首。下载指引呢是官网。第4个叫 LocalSend 啊，这是一个开源的局域网传输工具啊，支持 Windows、Mac、安卓、iPhone 去互传，不压缩画质，不限速，不需要联网啊，不需要登录账号啊，保护隐私且速度极快。下载指引呢，官网 localsend.org。所有的设备呢都在同一个 WiFi 下面呢，即可自动去发现。第5个 MPC BE， 那比 VLC 界面呢更符合现代审美啊，解码能力更强，打开4K 视频都秒开，没有任何多余的在线视频推广干扰啊。官方想改如下。那如果说上面的地址你打不开，那可能你需要去开一个网络加速器，那这个就点到为止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从这个鲁大师的这个劫持的这个新闻有感呢，跟大家简单聊一些我对 Windows 软件使用的一些看法啊。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这些 Windows 的软件使用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别忘记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 YouTube，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传4R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2个淘店铺全国都出满。这是窗口，我们下期见，拜拜。